当地时间周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意大利罗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这是杨洁篪与沙利文继去年3月阿拉斯加对话和去年10月苏黎世会晤后再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当地时间周一下午1时左右，中美代表团车队先后抵达会谈地点。据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表示，会晤持续了约7小时，超过去年10月苏黎世会晤6小时的时长。根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积累条件。杨洁篪表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任务。习近平主席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拜登总统积极回应，做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对抗等重要承诺。中方始终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落到实处。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50年前，中美打破坚冰，开始走向关系的正常化。杨洁篪指出，坚持求同存异，在妥处分歧之上架起合作桥梁，是上海公报发表50年来经过实践检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双方应以史为鉴，把握相互尊重的前提，坚守和平共处的底线，抓住合作共赢的关键。白宫声明表示，会晤是在中美领导人去年11月16日线上会晤的基础上进行的。沙利文提出了一系列美中关系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表示，此次会晤是保持美中之间公开沟通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玉渊谈天的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双方在罗马的会晤时机和地点的选取都颇为考究。首先，此次会晤距离上一次线下会晤过去了134天，而这个间隔本可以缩短，因为美方曾提议在1月10日左右促成双方在罗马的会晤。不过中方当时拒绝了，为什么？想想当时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美国心里应该有数。此外，关于为何会晤地点选在罗马，玉渊谈天指出，意大利在地理上距离中美两国差不多远，从关系上讲，中美关系的稳定关乎意大利的安全与繁荣，而意大利对中美没有非常明确的偏向性。此外，关于罗马，还有个大家都熟知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向外界传递了一种信号，不能仅停留在谈上，更要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共识。落实两国元首去年视频会晤的重要共识，应该包括2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都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选择在罗马，跟上次他们俩在苏黎世会晤意义也是相似，也就是找一个中间的地方，选择一个第3方进行会晤。过去的经验也表明，这种会晤呢，有照顾到双方的关切和舒适度。去年11月，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台湾问题。拜登总统当时就明确表态，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近期美方在涉台事务上动作频频，公然挑战台湾问题的红线。3月1日，拜登派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为首的5名美国前国安高官访台，以表示对台的坚决支持。此外，美方日前还与台当局正式签署总值69.9亿新台币的军售合约，对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22财年财政拨款法案中，还专设条款禁止美行政部门制作、采购、展示不正确标示台湾地区与台当局管辖岛屿的地图等。美国打的这一系列台湾牌，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台湾民进党当局甚至喊出了不排除开第1枪。杨洁篪在此次会晤中直接点出，本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但行动与表态明显不符。杨洁篪强调，中方对近期美在涉台问题上一系列错误言行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和美方所作承诺，不要在十分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今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本次中美会晤重要议题之一的台湾问题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近期美方在涉台事务上动作频频，公然挑战台湾问题的红线。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中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任何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这个涉台问题上，不断的这个踩红线，这个触碰了这个底线。那所以说，在这一次这个会晤当中呢，中方也严正的这个告诫美方，这个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试图这个触碰红线。会晤中，杨洁篪还就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指出这些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任何借此打压中国的图谋都将遭到失败。有分析认为，中美关系的方程式复杂难解，这是客观事实。拜登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合作、竞争、对抗3分法后，进一步增加了解题的难度。不过，越是面对这种难题，越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点透美方意图，亮明中方立场，重申中方关切。有人要抹去红线，就要反复划清红线，这是做好中美危机管控、减少战略误差必须做的事，也是这次中美高层会晤最大的作用所在。这一次这个中美双方这个会谈的团队来看，那主要还是外交安全团队了。对于下一步中美双方这个关系这个能否这个改善，那主要看看就是说，在接下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方在事关中国这个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问题上，就是说能不能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把中美两国元首这个会议精神这个落到实处。俄乌局势也成为本次中美会晤的热点话题。杨洁篪指出，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会应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平民，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方已向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为此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其实，对于俄乌问题，中美一直有沟通。今年开年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次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均致力于劝和促谈。中美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从立足点就不一样。其实，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它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始作俑者。其实，它是期待乌克兰不要过早的跟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呢，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消耗俄罗斯。然而，此次中美会晤举行前，沙利文使出了美国外交的老套路，先通过媒体撂狠话，意图为会谈增添筹码。会晤前一天，沙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方认为中方事先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考量，但可能不清楚全盘计划。他还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中方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者物资支持的程度，并已向中方表示，规避制裁肯定会面临后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态，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操作，目的是转嫁矛盾、挑动对立、借机渔利，既不负责也不道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强调，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已经很艰难了，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我们强烈要求美方在处理同俄方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俄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开展正常经贸合作。美方的这一谎言也遭到俄方第一时间批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在被问及俄是否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时表示，俄罗斯有独立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能力，俄没有向中国寻求帮助。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美高官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那管先生，您对这场马拉松会谈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杨洁篪和沙利文这一次在罗马的会谈呢，
比六个多月前在瑞士日内瓦的6小时的雾面又长出了1个小时。那么这确实意味着中美要谈的话题很多，沟通呢非常深入。从新华社通稿来看，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方呢都同意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要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积累条件。那我认为这些个表述它是留有余地的。那最后一句呢，尤其值得留意，为重回正轨积累条件。那么这显然意味着现阶段中美关系它还不在正轨上。那么推动条件是不是已经积累到了足够的水平？我想这也有待观察。所以呢，我强调它是一定的成果。那么就会谈本身来说，通稿如此表述，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沟通。那这些个国际和地区的问题涉及乌克兰、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等，那么都是现在的全球焦点议程。通稿称，中美双方就此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这也再次见证了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丰富内涵与面向。美方在会后有为居民的高官举行电话吹风会，那么这是美方惯有的一个媒体操作方式。那么在吹风会上，他使用了2个英文关键词 candid、intense， 后一个提法呢被外媒引用的最多。candid 就是新华社通稿中出现的坦诚，那么后者呢意指紧张。当然呢，紧张它有2方面的意涵，其一呢是会程之紧张，其二就是会谈的气氛。我想这表明双方存有明显的分歧。不过呢，紧张归紧张，美方会谈公告呢也指出，双方强调了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也表明，中美类似面对面的深入对话呢还将会延续。杨洁篪特别指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任务。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实际上是中方再次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做出重申。上周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应彭博社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中美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去年底视频会晤达成的共识，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妥善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元首去年11月的视频会晤取得了哪些共识呢？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新时期中美相处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杨洁篪在罗马重申，这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至于美方的取态，上周呢，王毅在外长记者会上做出了4不一无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总结，也就是呢，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对抗等等。视频峰会上，拜登做这一番承诺时沙利文就坐在他身边。杨洁篪在罗马再次敦促，希望美方将拜登做出的承诺落到实处。那我们从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现状来看，拜登政府所谓4不一无意的这个承诺，确实都是飘在空中，并没有落地。那这其中最大的焦点，无疑呢就是台湾问题。杨洁篪强调，一中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他直言，本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和表态明显不符，中方对近期美国在涉台问题上一系列错误言行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任何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红线中的红线，是中方最根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对杨洁篪就台湾问题讲的这一番重话，作为外交通的沙利文，他呢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利害。那中美如何会商乌克兰局势，也是这场7小时会谈的主要看点。杨洁篪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散布不实信息、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言行。那您对此作何解读？理解杨洁篪的这一强调，我们必须要了解更大的背景。首先呢，请大家重温英国2战名将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名言：战争中最先倒下的是真相。具体到俄乌冲突，我们看到在非常惨烈的现实的战场之外，旨在争夺民意和舆论支持的信息战也是格外激烈的。美方近来频频提及俄方所谓 force flag， 也就是假旗行动。
那么所谓兵不厌诈，假期行动呢，可以理解为真实战场的苦肉计，乃至是各种诱敌的虚招伪招。鉴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啊，在信息战愈演愈烈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虚拟空间的假期行动同样是层出不穷的。社交平台正在成为信息战的主战场，甚至呢，美国媒体喊话说，所谓俄乌冲突是 First TikTok War， 是第一次的 TikTok 战争。TikTok 大家都知道就是抖音的国际版。那么就在上周四，美国非常时期战略传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出现了。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和国安会的官员当天呢，特别召集了一场 Zoom 在线记者会，参加者是30位 TikTok 网红，专门呢就俄乌冲突以及美方的战略目标来回答网红的提问，提供背景的资讯。华盛顿邮报呢就报道，白宫策划这场记者会的动因是关注到 TikTok 作为新世代信息平台的崛起。美方呢也认定，俄乌冲突以来，俄方战略宣传以及危险假新闻在 TikTok 平台上有相当的流量，美方呢必须加大反向传播的力度，提供美方视角，放大美方声音。摆明了，这次在线发布会就是针对 TikTok 网红 TikTok 平台的一次战略传播，或者说呢是主动信息战行为。我昨天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中美高层罗马会晤之前，美方呢突然有高官放料说俄方求援中国，要求提供军备以及经济援助云云。这2天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都明确回应，纯属谣言。但是呢，我们从美方公布的更多类目来看，谣言此时出笼，这是美方的系统行为。美方甚至以外交电报的形式，将所谓求援谣言向欧洲以及亚太国家来做通报。那么这正是美方指责的经典的信息战假期行动。所以啊，杨洁篪要当面直承，坚决反对任何散布不实信息、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言行。我们也不难预见，随着俄乌战事的推进，持续各方进行的信息战的手段，势必呢也会越发的多元，也会越发的没有底线。这呢是需要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并且跟踪关注的。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双方继续边打边谈。此前一天因为技术性问题而暂停的谈判，周二继续。而冲突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远超经济范畴。周一，德国确定要购买35架美国 F-35战斗机，料将成为欧洲军事进程产生结构性改变的标志。俄乌双方周一通过视频进行的第4轮谈判，据称出现了技术性暂停。不过，乌方代表团成员波多利亚克表示，俄乌双方均积极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沟通困难，但仍在继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最快有望在1至2周内签署和平协议，最迟将在5月签署和平协议。他强调，对乌方而言，俄罗斯方面有关领土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乌方已准备好就其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夫科娃表示，在与俄方谈判中，乌方正在获得未来国家安全的保障。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周一晚些时候表示，俄乌视频会谈每天都在进行，没有休息日。俄罗斯代表团正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未来。受此消息影响，欧洲股市周一集体大涨，德国股指一度上涨超过2%，欧洲斯托克50指数一度反弹超过2%。从客观上来分析的话，其实俄乌双方面都有加快谈判议程，具体的进展，我认为还是取决于第一是在战场上双方攻守态势的这么一个变化，第二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压力和俄罗斯国内是否能维持社会经济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大国和农业出口国家，现在也是面临一个春耕的一个关键时期，国际的粮食市场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在俄乌冲突影响下，欧洲军事进程正在发生变化。德国周一表示将购买35架美制 F-35战机，以取代老旧的狂风战斗机。这是自德国总理舒尔茨承诺为应对俄乌冲突而支出1000亿欧元对军队进行升级以来的第一笔大型防务交易。路透社认为，此举似乎是德国安全政策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政策转变还包括承诺国防开支达到北约2%的目标。
许多的欧洲国家，它在乌克兰问题，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战略上都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这个也属于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溢出效应。法国和德国于2017年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法德联合开发战斗机。这款战机计划会在2040年后问世，以取代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的狂风战斗机。2周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曾表态支持德国与法国正进行的战机联合计划，因此路透社特别指出，德国的这一决定也可能令法国感到不安。当地时间周一，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欧盟已决定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的制裁，主要措施包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禁止欧盟企业投资俄罗斯油气行业，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和高级汽车，禁止俄罗斯钢铁出口至欧盟等。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采取的第4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还将寻求停止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就会知道欧盟是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上的一个最大的伙伴。与之前欧盟所发布的旧的制裁来讲，那么新一轮制裁呢，是一个由点到面、层层加码，针对于这个俄欧贸易投资来讲，尤其是对于油气行业和钢铁行业是一个精准的打击，直切要害。但俄乌冲突正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广泛制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基耶娃就警告，制裁限制了俄获取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意味着俄方可能违约。他同时指出2个重大后果：一是制裁已对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将在2022年引发一场深度衰退；二是目前的状况将对依赖俄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重大溢出效应。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广泛制裁，但喊痛的却是欧洲。一些欧元区国家通胀率或将升至7%，能源价格飙升，取暖和供电成了奢品，开车族加油费猛涨，菜籽油、面包等日常食物也更贵了。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和全体西方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对莫斯科的态度，并意识到对俄经济采取了仓促和不协调的行动。文章认为，美西方很少考虑到其合法性、逻辑性，甚至是战略后果。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还将面临中东问题、粮食危机、难民潮加剧等可能导致全球体系崩溃的次生后果。此外，西方企业几乎没有为重返俄市场留下任何后路，这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按照乌方消息，俄乌有望2周内签署和平协议，最迟将在5月签署和平协议。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持审慎乐观。刚过去的2周鏖战，俄军没能闪电取胜，乌军呢也受到了严重消耗，双方实际借谈判的短暂喘息寻求补给。俄军过去1周已把更多的义务兵甚至预备役派过去了，而他们曾被承诺不出境作战，说明俄罗斯原有的合同兵已力有未逮，不得不追加投入。若短期内没有决定性战果，无论和谈还是国内政治都很不利。再看乌军呢，继国内动员，启动领土防御体制，给老百姓发枪，要求人自为战，到今天正招募更多的海外乌克兰公民和外籍雇佣兵参战，说明他们也为最后的抵抗寻找一切兵源。换言之，哪怕谈判下一秒就要签字，若前一秒战场反转，优势一方也会全盘推翻，抬高筹码。这在之前的3轮谈判中已经反复了多次。我个人看法，俄乌战事接下去的几天仍将围绕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的争夺展开，因为这2个重镇早已孤悬在俄军腹地，俄军围住的又是乌军最精锐的92、28、53旅，还有俄方恨之入骨的国民禁卫军亚速团。这些有生力量一天不灭，俄方所说的乌克兰非军事化也就利沃夫的外籍士兵中计。其实他的焦点仍集中在东部，莫斯科当前的阶段性目标无疑是吃掉乌军主力，然后胜而议和。总之，
要得到谈判桌上信得过的东西，战场上的较量是不能少的。有学者认为，结合俄乌实力和两国战争意志来看，这场浩劫后的乌克兰很可能巴尔干化，也就是不战不和的火药桶。那您对此又怎么看呢？早在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就提出了乌克兰东部、东南部16个俄罗斯族聚居区的分离问题。今天，乌克兰亲俄和反俄两派已然分道扬镳，这确实带来了巴尔干式的结构性暴力格局。从我的观察，乌克兰更有可能出现1974年的塞浦路斯范式，也就是该国的俄罗斯族聚居区的克里米亚、顿巴斯等地分离，并得到俄武装力量保证，但西方阵营继续坚持基辅中央政府为乌克兰唯一合法代表与主权完整，变成了名不副实的状况，就跟74年因为战争分裂至今的塞浦路斯一样。我个人的看法，这次冲突大概率以停火和以最后战线分界的方式实现乌克兰的和平，但如何结束结构性暴力，彻底消除新的欧洲火药桶，才更值得思考。一句话，俄罗斯、乌克兰还有所有国家都要明白，突破底线，以零和竞争把一国逼到死胡同，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俄乌冲突如此，巴以矛盾如此，朝鲜半岛核问题亦如此。就像已故的瑞典首相帕尔梅说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关心邻国的安全，那么这个国家自己也不会是安全的。主持人，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香港疫情。截至周二零时，香港过去24小时新增27765宗新冠确诊案例。隔离措施方面，香港医管局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傍晚6点启用，隔离中的确诊者可以通过短信申报病征，从而获得医疗建议。同时，首批辉瑞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已于周一运抵香港，周二开始送往医管局使用。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曾表示，新冠轻症患者在确诊5天内服用口服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另外，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周一再次强调，内地供港的鲜活食品供应稳定，市民无需过分采购。这样的信心离不开深港同心抗疫的努力。根据深圳市口岸办发布最新通告，自3月14号0时起，对深港跨境运输实施闭环管理措施，并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据了解，该措施旨在更好保障供港生活和防疫物资运输。在我身后呢是文锦渡口岸的接驳点，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跨境货车呢正在有序的进行一个接驳的工作。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呢，现在跨境货车行驶到文锦渡口岸之后，跨境司机要下车，并且对整个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再交接给内地的司机，由内地的司机驶入深圳的作业点来装载供港生鲜物资。装载好物资之后，再将跨境货车开回至这个接驳点，交还给跨境司机。文锦渡口岸是内地供港鲜活产品出口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供应香港市场90%左右的鲜活产品，是宝港鲜活供应的大动脉。据了解，文锦渡口岸接驳点占地3万平米，有65个接驳台，日均单项可以接驳960次。目前每天有300余名内地接驳司机进行接驳工作，全接驳模式采取提前预约、人车分离、集中接驳、闭环管理，跨境司机和接驳司机不见面、无接触，同时建立起监控平台和管理平台。接驳以来的话，总共接驳量是16000余次。3月7号以来呢，是开始恢复这个生猪的供应的运输这个生猪是19000余头。运行以来，文锦渡接驳点已处置阳性跨境司机24人。由于采取全接驳模式，将疫情风险全部控制在了场内，避免了以往作业点因出现病例关闭影响供港货源的情况，确保了对港鲜活产品不断供。下一步，深港跨境货物运输专责工作小组将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与香港有关部门保持沟通衔接，进行评估优化，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加大统筹力度，保障香港防疫抗疫、生活生产物资正常供应。一架台湾空军幻影2000战斗机周一上午在台东县海域外海实里执行任务时坠海，飞行员跳伞逃生，随后获救。对此，有绿媒炒作称，该幻影战机是在所谓驱离解放军军机时坠海，企图将矛头引向大陆。台空军随后否认，称该战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训练科目。台空军目前已成立专案组赴台东志航基地调查，同时下令所有幻影战机停飞特检。
据悉，这是自1997年台军接装幻影2000战机以来，该机型遭遇的第8次事故，也是今年内时隔62天，台空军再次发生坠机事故。海域内搜寻幻象2000战机飞机残骸。台空军司令部周一发布消息称，新竹基地机号2017的单座幻影2000战机，当天上午10时08分在台东志航基地起飞，执行例行战训任务。过程中，飞行员黄崇凯回报机械故障，要求返航。11时25分，该机在台东外海10海里处坠海，该基地随即派黑鹰直升机赶赴现场。12时06分完成人员吊挂，黄崇凯获救后情况良好，已送医观察。据台媒报道，黄崇凯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醒，还能进食。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赴台东志航基地调查事件原因。台军方负责人称，为确保战机安全，已下令所有幻影战机停飞进行特检。台空军强调，故障发生后，飞行员曾努力尝试返回台东志航基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跳伞。台空军的相关资料还显示，失事战机出厂时间为1998年2月26日，上一次全面检查结束是2021年9月29日，至今机务方面运行良好，而飞行当天的天气也并无异常。是有机械上的故障，确切故障的原因，我们还必须要细查。返场过程当中，是有呼叫尽快的想要返场，但是因为发动机没有办法维持它的飞行姿态，它的动力不足以保持它安全飞行的情况之下，决定跳伞。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坠机事件发生后，有岛内媒体却炒作称，这架幻影2000战机是在所谓驱离解放军军机时坠海，企图将矛头引向大陆。对于这一传闻，台空军则予以否认，称战机当天执行的是例行训练科目，并非因所谓驱离解放军军机而发生故障。我们一直都是战训合一，平常训练里面我们就是结合了作战的构想，然而他今天执行的任务是一般例行性的战训任务。据悉，这是自1997年台军接装幻影2000战机以来，该型机遭遇的第8次事故，其中7人获救，5人死亡，战机折损6架，现存54架。最近一次事故为2017年台空军上尉飞行员何子宇驾驶该机型执行任务，却突然从雷达上消失，经搜救后仍未寻获。1年后，台方在消失光点附近找到战机碎片残骸。据公开资料披露的台空军当前战力分配状况 ，IDF 经国号主要部署在台南澎湖1联队与台中清泉港3联队 ，F-16同时部署在嘉义的4联队与花莲的第5战术混合联队。幻影2000则主要部署在新竹的2联队，而据报道，驾驶周一这架失事幻影2000战机的飞行员黄崇凯现年38岁，飞行时数1435小时，目前就是台空军新竹联队第41作战队中校分队长。今年41队换防至台东，执行台东南部海域区域警戒任务。这也是台空军今年发生的第2起坠机事故。今年1月，在与此幻影2000坠海的同一片海域，一架 F-16V 战机坠海，飞行员陈毅不幸罹难。台湾的东南空域其实缺乏那个主拦截战机作为拦截可能的这个周边动态之所需，但也代表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幻象战机的确可能也多多少少面临到这样一个后勤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幻影2000从99年在台湾开始出事故，那么这些事故里面有一些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调查清楚原因。那么不光是幻影2000，他自己做的这个经国号也好，买的 F-16也好，其实你看它的事故率都很高。岛内的这个环境在对飞机来讲其实是相对恶劣的，因为我们说四面环海，这个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温度也比较高，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比较容易出事故，这个我们要承认。其次呢，就是买的很多装备并不一定是那个质量可靠的部分，包括一些备件的这种被盗卖但是呢，岛内的习惯一般就是第一，它是我们说政治操弄，就像这次来讲，他把它去推到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上面去。其次呢，就不同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更重要的就是岛内很多人会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再次军购的理由，这个其实很糟糕。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幻影2000属第3代机，台当局于1992年从法国购入60架，1997年服役，成为台空军3大主力机型之一。
分析指出，该机型最初服役之时以实施高空拦截的全天候战术侦察机角色闻名，但该机型服役25年至今，使用寿命均已到中后期，零附件经过长时间使用，可靠度下降，故障率增高，等待法国方面运送的时间也较长。台立法机构201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幻影2000战机故障率以42%的速度逐年增加，维修成本比 F-16多1倍。而从每小时飞行成本来看，幻影的7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5.6万元，也要远远高于其他2款台军主力战机 IDF 经国号与 F-16。因此，台空军采购66架美国 F-16V 战机后，一度讨论是否逐渐淘汰幻影2000，最后因为所谓两岸军事情势严峻，决定非但不淘汰，反而会向法国提出性能提升案，强化其战力。当然，飞机也许有问题，环境也许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人为的问题。考虑到两岸的力量的天平的这种变化啊，他所感到的所谓军事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啊，问题肯定也会越来越多，这个是必然的结果。绿营还要进一步把这个事情炒起来，然后把它作为向这个西方去购买飞机的理由的话，那你这个就是其心可诛啊。而周一当天，台南空军基地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该基地一架双座 IDF 经国号战机进行例行训练，不料战机降落时机腹左右轮胎压力不足，所幸战机平安降落，2名飞行员未受伤。目前机场人员已对该战机展开检修，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有岛内评论指出，一天发生2起战机事故，势必影响台空军士气。日前，台防务部门下达了处处接战场、时时都训练的指示，要求台军加强防卫，以连为单位进行全岛战备侦巡。民进党当局鼓吹全民皆兵，花天价军购搞两岸军备竞赛，却连士兵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着实令人心寒。深圳卫视记者专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努希尔万，畅谈中马关系、中国和东盟关系，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为何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来听一听努希尔万大使的解读。直播港澳台稍后继续。欢迎回来。各国驻华大使也是中国发展的见证者。深圳卫视记者专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纳都努希尔万，畅谈中马关系、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发展。对于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努希尔万大使最关注的是什么议题？对于东盟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说法，努希尔万大使有何不一样的看法？来看报道。You have been ambassador to China for almost 3 years and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here, including the pandemic.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us your feelings or special experience? Well, although I've been ambassador to China for close to 3 years, as you rightly mentioned, I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95, and since then, I've been to China more than 20 times. So it's extraordinary the changes that I've seen with my own eyes. So it's astonishing how rapidly China has changed since then. But even in the 3 years I've been here, there's been a lot of changes, mostly related to or induced by the pandemic. Because then you have to see greater digitalization, not only for financial reasons, but also for health reasons. So that's been very interesting as well. 过去1年，尽管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中马经贸关系仍然持续深化。2021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1768亿美元，同比增长34.5%。中国连续13年成为马来西亚第1大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在2021年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努希尔万大使表示，对于今年的中国两会，他最关注经济和抗疫。We also have very strong political relations. We ar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So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not only within China but also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us. And of course, given where we are in the efforts to contain COVID-19,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that's to be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laysia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ASEAN which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now China have built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SEAN. So how do you com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alaysia
relations and the China-ASEAN relations? We are Malaysia, China, ASEAN, we are all neighbors. So we have no other option but to get along, but not only to get along, but to work very closely for mutual benefit and prosperity. So very happy that 30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ASEAN for the first time has been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all of ASEAN's initiatives. So China was our first dialogue partner to form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was obviously very supportive during the ASEAN financial crisis,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y not lowering the yuan vis-a-vis our currencies. And thirdly, China was our first, the first dialogue partner to sign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And China is the first of our dialogue partners to agree to the sign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 which other countries, other nuclear powers have not agreed to. So ASEAN has benefited from China's support of our initiatives.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ASEAN have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One is for security, one is for economy. What's your opinion? Well, to me, I think it's a false choice that that people think they need to make. You don't need to make that choice, because even as far back as 1975, this was when ASEAN established ASEAN as a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the ZOPFAN, which means that we are neutral in terms of relations, in terms of disputes that may occur between our dialogue partners. So that's one. Two is, if you think about it, ASEAN is on its own is a political entity with a lot of heft and power, because if taken together, some estimates say that ASEAN is the 6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we are not pushovers, and if you decide not to choose, there's no one that can force us to choose.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is actually forcing us to choose. I think from what leaders from China, even the leaders of the US, they're not forcing us to choose. So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sue arises unless within ASEAN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think that we should choose, which I don't think is the prevailing sentiment.